大家好，在我日常工作当中，我需要使用3个软件，所以需要同时打开3个窗口。一个是 VS Code 用于编写代码，一个是 PowerShell 用于运行程序，还有一个 Edge 浏览器用于查找资料。那我打开这3个窗口，如果就这么摆放，显得非常的杂乱，而且在不同窗口之间切换也效率不高，所以我会把这3个窗口按照一定的布局放到相应的位置。这样我就可以在左边这个窗口里边编辑代码，在右边上半个窗口里边运行程序，在右边下半个窗口里边去查找资料了。但是如果我每次工作都这样打开3个窗口，然后再调整它的布局，效率非常低。那我发现了一个方法，我可以通过一键单击就直接打开这3个窗口，并且按照这个布局来排列。我先给大家演示来看一下。大家看我这个桌面上有一个叫 Dev_Tools 的这么一个快捷方式，我双击它，它就同时打开了这3个窗口，按照我想要的布局，这3个窗口布局好了。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？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在开始之前，希望您能够关注、点赞、收藏这个视频，以免需要的时候找不到。如果你想实现这样的效果，那第一步你需要下载并安装微软提供的一个叫 PowerToys 的工具。我们只需要打开微软的应用商店，输入 PowerToys， 搜索一下 Microsoft PowerToys 就是这个工具。因为我已经安装好了，所以这儿显示打开。如果你的没有安装好，这儿会显示免费下载并安装，你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下载安装了。如果你在安装当中遇到任何问题，你可以翻看我前面这个视频，你只需要在我的个人主页里边搜索 PowerToys 就能找到这个视频了。安装好之后，我们只需要打开 PowerToys， 点击左边的窗口和布局，点击工作区。那在右边启用工作区这个开关一定要打开，点击下边的打开编辑器，右边的向右上方的箭头，那它就会打开工作区编辑器。那大家看我这里这个 Dev_Tools 其实就是一个工作区。那我们可以点击这3个点，点击编辑来看一下。那这个工作区 Screen 就是这个屏幕，它有3个应用程序，一个是终端，一个是微软的 Edge 浏览器，一个是 VS Code。那我们现在再创建一个新的工作区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把这3个应用程序放到这个工作区里面来的。那我们点击创建工作区，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用的应用程序。比如说我们还选择这个 VS Code， 那这回我希望它在右边显示，左边我希望显示一个 PowerShell。 这个布局我们已经满意了，就点击一键捕获，那它就会创建一个新的工作区。然后这个工作区里边会有很多应用程序，因为我们刚才在我的 Windows 上运行着好多程序，那所以我们把不需要的都给它移除掉，点击移除，再给这个工作区起一个名字，比如说叫我下划线1，点击创建桌面快捷方式，点击保存工作区，我们就又创建了第2个工作区。那现在桌面上就多了一个快捷方式，叫Dev下划线1。我们双击这个快捷方式，你会发现它会打开很多你不想要的窗口，最终还是打开了按照我们这个布局摆放的这2个窗口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打开很多窗口。那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？我们还是回到 PowerToys 设置里边的工作区列表，我们点击Dev下划线1这个工作区右边的3个点，点击编辑。那你看它下边最小化应用这儿有很多应用，也就是刚才我们打开这个工作区的时候它弹出了那些应用，并且把这些应用最小化了。那我们把这些全都移除掉，点击保存工作区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这工作区里边只在显示器上显示 VS Code 和终端了，你看这儿只有这2个应用程序了。那现在我们再回到桌面，再双击这个 Dev 1，双击 Dev 1后，你会发现它打开了4个窗口，2个 PowerShell 窗口，2个 VS Code 窗口，而且这 VS Code 和这个新的 PowerShell 窗口并没有按照我们要求布局。那这个是什么原因？我们再打开这个工作区列表，再点击这3个点到这个编辑页面，它这还有一个选项叫移动现有窗口，点击保存工作区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双击一下这 Dev 1，你看它就显示正确了，因为我刚才打开了2个窗口是这么布局好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使用已经存在的这2个窗口，而不是创建2个新的窗口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
对一个工作区中的应用程序进行一些初始化的参数设置。比如说我们这个 dev 下划线 tools 这个工作区里边有3个应用程序：终端、浏览器和 VS Code。假如说我希望以管理员的身份启动这个终端，那只需要展开这个终端这个应用程序，选中以管理员身份启动这个复眼框。我们希望在启动微软 Edge 浏览器的时候传递一些参数，那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CL2 参数这个文本框里边把我们希望传的参数传进去，然后点击保存工作区。我们现在再来双击一下dev下划线这个快捷方式，因为我们是以管理员的身份来运行微软的浏览器和 Windows PowerShell， 所以它会问你一下是否允许以管理员身份来运行。我们点击是，点击是之后，它就会以管理员的身份来运行这个 PowerShell 和浏览器。这浏览器缺省的网址也打开了我们在这个设置里边传入的网址。最后，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。如果您感觉有一些帮助，希望您能一键3连，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